萧炎面无表情地站在虚空中，他的目光凝视着虚空中五色神怒火莲与对方那五行巨手的对拼，热浪恐怖至极，吞噬了周遭一切的能量。如今萧炎的实力已经领悟到了一丝言之一道，施展出来的五色神怒火莲的威力也是提升了一丝力量，所以在与对方的交战之下，五色神怒火莲应该能够压制住对方的五行巨手。轰轰轰，强大的能量波动形成巨大的风暴，引得天地都快要承受不住这股能量的吞噬。小师弟没用的，我的五行巨手融入了五行之道，能够做到相生相克，所以你所修火道，我便可以用五行之道把你的火道镇压。面对着萧炎那强大的五色神怒火莲，郭九牧倒没有惧色，然而还非常的自信自己的实力很强大，即便萧炎的五色神怒火莲都不是其对手。然而正当郭九牧以为自己能够有100%的把握时，萧炎的声音却是传入他的耳朵中。是吗？我虽然所修的是火道，可是也并非能够被你的五行之道相克，因为我的是炎神之道。话音落下之后，那五色神怒火莲似乎是收到了萧炎的指令，一股更为强大的毁灭力量从中爆发出来。轰！随着一声恐怖的毁灭气息，那股能够焚烧毁灭镇压一切道法的炎神之道逐渐的展露出真正的力量，那处空间顿时发生了极度的扭曲，然后在这股毁灭力量的爆发之爱，在空间的扭曲下，最后形成了一道恐怖的火洞成型，立马散发出能够吞噬一切道法的力量，将那五行巨手瞬间吞噬在了其中。那刚刚还相生相克的五行之道，而在这一刻并没有起到非常有效的效果。在那火洞中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其中有着一股非常神秘莫名的力量，对五行之道的焚烧冲击萧炎身上的气势越发强大，仿佛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任何道法在他的道法之下，一切都是只能是臣服。整个万界圣子之地都在这场决斗中战栗，所有的神奇强者都感受到了那股恐怖的能量冲击这场决斗的胜者也将掌握整个世界的命运。而萧炎已经展现出了他无与伦比的实力，在那片被炎神之道撕裂开的火洞中，原本威力无匹五行巨手如同脆弱的琉璃，在一股莫名的力量下瞬间瓦解，化作一缕青烟消散无踪。郭九牧直接是目瞪口呆了起来，五行之道在他心中一直被誉为自己的最强之道，只要施展出自己的这一道法威力，任何力量都在其面前纷纷被相克，而如今却被一个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给击溃了。在那火洞中的力量超乎了他的想象，那火洞里面究竟对五行之道做了什么？为何无法克制你的火属性力量？郭九牧有些难以置信地大喊了起来，显然这不是他要见到的结果。萧炎站于虚空，语气平静如水，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大师兄，你的实力比起之前的更加强大了许多，而且对五行之道的领悟非常之高，如果对战的是其他领悟道法的对手，或许已经在你的五行之道下被击败。可是我刚刚说过，我所修之道乃是炎神之道，这个道很特殊，仿佛万千之道都要臣服它之下，所以你的五行之道虽强，可依旧是万千之道的一种。我们的较量已经不是对修为的比拼，而是看谁的道法更为精深，家的玄妙与强大。闻言，郭九牧面无表情，但眼中却闪烁着一丝异样的光芒，甚至也感受到了萧炎对道法的领悟也不低。不过最让他有些感到意外的是，萧炎所修的是炎神之道，对于这个炎神之道，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炎神之道吗？小师弟，看来你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啊。此时郭九牧心中想着，虽然不知道炎神之道是什么道，为何会比五行之道还要强大，可他已经觉得这位小师弟的不简单，他可是知道自己这一道法，即便面对4大神超巅峰势力之一的那些神交，都是有着优势。可以说，他对自己这一次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有着100%的把握，能够成为万界圣子。只不过没想到，这位在他眼里视为情敌的萧炎，竟然所修之道比他的还要强大。萧兄的道法竟然如此的强大，直接将那五行之道被破了，当真厉害。灵动都是暗自咂舌，到了半道神之后，不仅要拥有玄妙的半道神力，还需要有着自己更强大的道法才行，不然遇到同境界的对手，本身的道法太弱的话，还是会被碾压。不知道等我突破到了半道神之后，会是什么道法呢？牧尘自言自语了起来，显然他也还没领悟到自己的道法，所以想要从天位神突破半道神，就必须要领悟自己的所修道法，这样才能够彻底的突破天位桎梏。而大道机缘路便是灵动和牧尘的唯一一个突破天位桎梏的最佳资源。这3名万界圣子之位，必须是他们3兄弟的圣花殿殿主以及其他神奇强者都纷纷对萧炎的道法力量所感到震撼。看来在如今的大宙中，已经有一匹真正的逆天黑马已经诞生，而萧炎就是其中之一。炎神之道真是强大，恐怕假以时日，他或许真的能够迈入那最高境界，大道主神的领域。对于萧炎的道法造诣，圣花殿殿主都对其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在半道神领域已经很久，而且对自己的圣花之道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了。不过从刚刚萧炎施展出的炎神之道来看，即便对方是才领悟不久，如果与自己的圣花之道对拼，恐怕败的
就是圣花之道的此刻，萧炎与郭九牧之间的气氛骤然紧张，因为下一秒即将引爆毁灭式的风暴天地中的那些空间裂缝，仿佛在呼应接下来更为激烈的紧张局面，发出轻微的响声。不过，小师弟，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能够击败大师兄。既然我的五行之道不敌你的炎神之道，那么……话还没说完，郭九牧身上的可怕气势竟是猛地暴涨而起。郭九牧站立如松，他的眼中依旧闪烁着五行之光，金、木、水、火、土5种力量在他周身流转，仿佛5条彩带在风中舞动。然而，除了这五行之光外，突然他身上爆发出一股更为强烈的黑气，如同黑夜中的闪电，既诡异又恐怖。这股力量让四周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仿佛无形之中有巨大的压力在挤压着一切。萧炎站在对面，紧皱着眉头，他能感受到那股诡异恐怖力量带来的危险气息，他的目光锐利如刀，紧紧盯着郭九牧，仿佛想要从对方身上看出一丝破绽。然而现在郭九牧的气势却如同狂风暴雨，愈加强烈，那股暗黑的力量如同一只觉醒的野兽，张牙舞爪，欲将一切吞噬。那就让小师弟尝一尝诡异之力吧。郭九牧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诡异之力，萧炎呢喃一声，对于这诡异之力根本没有听说过，同时也震惊了其他所有神奇强者。他们看到郭九牧周身此时气息的变化，情不自禁地运转自身的神元之气，警惕起来。此时郭九牧的周身那股诡异之力瞬间弥漫开来，如同一片黑暗的海洋，要将萧炎吞没。萧炎站在原地没有退缩，他的双眼如同寒星，射出绚丽的火芒。他知道这一刻郭九牧终于要施展出了那一道诡异力量。也正如之前坟老所说，在郭九牧的身上那股诡异危险的气息，看样子这诡异之力的确非常恐怖，即便是目前萧炎的实力，恐怕都不一定能够战胜郭九牧的。可能空气中的电光火石似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对决而紧张，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般。不管你这诡异之力多么诡异，我炎神之道同样可以将其吞噬。突然间，萧炎身上的气势也开始暴涨，他双手快速结印，一股炙热恐怖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然后他所在的空间再次扭曲，形成了一道火洞。火洞中散发出神秘莫名的能量波动，与之前轻易瓦解五行之道的那火洞一模一样。又是这一招吗？或许你这一招对道法有用，可是我的这股诡异之力可不是道法，但却是以五行之道作为献祭获得这股诡异之力。记得两字一出，郭九牧眼瞳中的五行之光瞬间暗淡而下，似乎被什么力量给吞噬而进化为献祭之道。紧接着，在郭九牧的眼瞳中没有了五行之光，却是被一道液体从其中流出，最后缓缓地在自己的脸颊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这一幕令得在场的所有神奇强者看到都感到背后一丝凉意，甚至连他们的体温都开始下降到了极点。这不仅仅是那诡异的样子引起的，而是在这片天地中已经有着一道无形的诡异之气弥漫这里，甚至只要接触的一瞬间就能够让一位神奇的体温降至冰点，而且即便是火焰也无法抗衡这里的诡异之气。好诡异的力量，为何我们的体温下降了？而且就连神元之气都被凝固，无法运转了。不少神奇强者纷纷惊骇无比，刚刚还想着说运转神元之气去抗衡，结果现在连神元之气都无法运转，让他们仿佛成为了无法有任何抵抗的神器。这样的力量也是他们首次所见。不过目前郭九牧施展出来的这一股诡异力量，好像只对天位神有明显的效果，而且就连已经牺牲了自己圣花之道的圣花殿殿主也是如此，他已经失去了半道神力，化为了神元之气。他们的体温都是在郭九牧那股诡异力量的散发下已经降到极点，而且神元之气都无法运转。现场能够催动神力的只有灵动和沐尘以及萧炎他们几人，就连五行派系的那几位师兄和冷三师姐都同样受到这样的影响。他们拼命的挣扎，可是他们无论如何挣扎都难以打破那诡异之气在他们体内的侵蚀。大师兄，冷儿三师姐对着郭九牧大喊，怎么突然对他们也出手了？这可不是他们所能够预料到的事情啊！可是他的呼喊声即便传入了郭九牧的耳朵中，但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仿佛此刻的郭九牧已经不是正常的郭九牧了。三师姐，大师兄不对劲啊，他献祭了自己的五行，知道了其中一位师弟说道。献祭自己的道法？难道大师兄他用了之前在古洞中所找到的那件东西？这时冷儿三师姐也想到了什么，应该就是那件东西了。当时我就觉得那东西很邪乎，没想到大师兄还真的敢使用那东西。那位师弟说话间都带着对那东西的恐惧，似乎就感觉到那已经让他们这些神灵都感到了惧色。大师兄，冷儿三师姐嘴上轻声嘀咕着，似乎预感到了不安的事情要发生。吴雪一脸担忧，他怕萧炎有危险，但他的神元之气的也凝固，无法运转，目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祈祷着萧炎能够可以击败大师兄。这股诡异的气息，我想不是那郭九牧本身的力量，而是借用了什么东西。罗峰的目光锐利无比，似乎也已经看出了郭九牧施展的诡异之力乃是借助其他东西，而且想要激发出这诡异之力，就必须献祭自己的道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一瞬间让的郭九牧获得强大的诡异力量。
我感觉他施展的这东西不同寻常，而且那诡异之力并不是神之力量，也不是魔之力量。圣瑶呢喃道，他的美眸也微微紧皱了起来。这股力量让他感到十分的不安。你也感觉出来了，不知道萧炎他能否抵抗住这诡异之力？如果他也不行的话，那么万界圣子之位怕是要成为他的了。罗峰咽了一口水，他希望能够赢下这最后一场的万界圣子争夺战。